终于把我所有的底板的电线大致上都先接好了，看起来电线蛮多的啦，因为我做了4个双开的开关。所以它会蛮多电线。那这个接线呢，其实基本上是没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啊，就是每一个电路都有过保险丝跟继电器。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继电器好了，因为里面这个电路其实密密麻麻的，最复杂其实应该就是这个系统。这个保险丝的系统是每个电线都会有的保护装置啊，因为电路如果要保护装置的话，其实就是继电器跟保险丝啊，有些人会2种都用，就是一个电路有继电器也有保险丝。我是主要都是靠保险丝在保护电路。这个继电器呢，我是拿来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，我是拿来做欠压保护的功能。我在我的主控台这边呢，有买了一个模块，然后这个模块就是欠压保护的。这个模块呢，它会侦测电瓶的电压进来，电压如果不够的话，它这边就不通电。这边不通电的话，这整个大的电路它就不通电，正电呢就进不来这里。所以如果我的电瓶电压真的太低的话，它这边整个系统是会没有电的。所以我是用欠压保护模块来控制这个大型的继电器，其他的电灯啊、一些小小的电风扇啊、那些小小的元件，全部都是在这边。所以这边呢，欠压保护装置呢，一定要先启动。就是它的电压要够高，它才会启动这颗大的继电器。那这颗大的继电器一启动的时候，这边的保险丝开关啊，它还会启动。那这边保险丝开关启动以后，才会分散所有的电路去到这边。所以我的电路其实最复杂，其实就是这一块跟这一块。那这边呢是很复杂没错，但是一条一条接就好了啦，就跟接电灯泡一样，正极负极接上去，这样就会亮，然后再接上开关嘛。大致上的电路就这样，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继电器的接法。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我的正极其实是这一条黑线。那为什么用黑线？因为我找不到红线，所以我就是用电火布自己弄成红的啦。这样我就自己大概能知道这个是正极。这个是200安培的保险丝，这个是200安培的继电器。继电器其实有4个角，就是前面大的2个嘛，大家看得到，然后后面有2个。蓝色的这2个角位就是1、2、3、4，有些是5角啊。要怎么控制这个继电器呢？就是用这2条线路去控制这个继电器。当这2条电线呢有通电的时候，这2个就会通电。对啊，这2个如果不通电，这2个就不通电。所以简单说呢，继电器的工作就是这2个的电流小小的，花不到0.1还0.2安培的电，它是12V 的哦。继电器有分，这是12V 的。它如果12V 的0.1或0.2安培的电流过的话，它就可以控制这个200安培的大电流。简单说，继电器的安全方式就是用小电流控制这2个的大电流。然后继电器其实也可以当保险丝用，因为它里面其实也是保险丝的概念。它当超过200A 的时候呢，里面的铜丝会烧掉。继电器好用的方式就是用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，你就不用在这边做一个200A 的开关。你今天你就是用一个小小的0.几安培的电，就可以控制这么大的电流。所以这是继电器的优势之一。那继电器如果这边我的欠压保护模块，因为我是接欠压保护模块过来，当它欠压保护启动的时候呢，它是不通电的，它会自动断电。如果电压比你设定值还要高的话，它就会通电。那通电的话呢，这边就会送电过来，大的电流送电过来之后进来这个整个保险丝座啊，负极就直接接在电瓶上面。这边我们就可以进行那个电路的保护，就是每一条电路都有经过这个保护器。然后这个保险丝呢，它如果烧掉啊，它这个灯会自己亮的，就能很清楚的看到是哪一颗烧掉。这边我没有接，是因为我有用一个大的直接接来这边的接地板，我就直接延伸过来。因为如果黑线如果再接过来的话，这边会太多电线。这个保险丝呢是比较独立的，因为这个是欠压保护模块的保险丝，它是独立，它不是用这边的保险丝，因为这边是控制过后的保险丝，然后这边是一个独立的保险丝，然后这边我预留，这边预留一个保险丝呢，是因为我之后可能会想要接在车子上啦。那这一块呢，就是电瓶的负极，这个跟电瓶的负极就是直接连通的，所以这2个其实都是一样，因为这个也是连接过来。
这应该没什么特别的啦。然后这边是接线端子，这每一个直线呢都是导通的。这边有12条是从保险丝那边拉过来的，有12条呢，我是拿来做双切控制的。这边是比较复杂啦，就一条一条慢慢接就好。这边呢是比较独立的，这边是我的110啊，因为我有在用一个延长线接过来，这110的开关接到前面的控制箱跟后面的控制箱。这边的电线呢，就是从控制箱要来控制后面的电路啦。这18条电线呢，就是经过我们的底板延伸到后面去。我再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了。就是用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讲，这一条呢是我电瓶的正电，这一条会接电瓶的正电，然后这边呢是电瓶的负电。那电瓶的正电进来之后，经过了200A 的保险丝，没问题，这边都是通的，只要不要超过200A， 它就不会烧。然后这个正电呢会继续走到这边的时候会遇到200A 的继电器。那200A 的继电器呢，这边是这2个是不导通的。那如果要导通的话呢，就要经过这下面这个，所以这一条电线呢是从这边来的，这边的电线会经过这个保险丝之后进去到上面的欠压保护控制器，那个控制器呢，只要通电的话，这边就会导通，那这边导通的话，这2个就会接通了，那这2个接通之后会传电给整个保险丝的开关。当整个保险丝开关导电了之后呢，其实这每一条线路呢都有电了。那这个每一条线路呢，接电灯之后再接一个开关，其实就完成这边的所有的电路。这边的线就是经过这边，这边是负极，这边是正极，然后这边是控制的双切的开关。然后那些开关呢，对，会经过到下面的底板，底板经过到这边之后，会连到后面的尾门去。那个小的控制箱，最尾巴这个部分呢，我有用一条一样是一般的延长线，然后延长线呢会经过这个电线，一样往上面走到这边控制箱，所以我控制箱这边呢一样也有110的。比较困难的就是这个继电器跟这边要怎么去衔接啦，因为这一步应该是最困难的地方，其他的其实是功比较复杂而已，但是其实原理都很简单，就是正电跟负电接上电灯泡就好，其实就跟这个电风扇一样。这电风扇就是雪茄头嘛，其实只要切通正极、负极，接上电瓶，它就会转了，它不需要再搞什么搞东搞西的。当然，你如果要再加开关，是更方便啦。这个里面呢，其实也是有保险丝的啦，所以其实很多电器产品里面都有保险丝啊。如果自己做的话呢，是自己可以更清楚确定说这个线路到底有没有经过保护啦。每一条线路呢，其实都要经过保护啊。这个其实有一点多余，因为其实200A 的继电器大概就可以当保险使用，但是有人就是会觉得说多一个东西就多一个保障，就是当初就觉得为了拍片啊，不然我是不太想装这个，因为还要再多接这个线，其实蛮麻烦，多压这个其实蛮累的，然后这边又占了一大块。我后面呢，我可能会把主副电瓶再接起来，可能也是用这种继电器的方式啦。这边再装一个继电器吧，然后下面这2个的模式做成一个这边的开关，这样子我在车上呢，只要把这个大继电器啊导通之后，它就可以跟主副电瓶连接。我之后会想要这样做啊，因为这样子就可以直接边开车边充电，然后不充电呢，只要把开关关掉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其实继电器如果真的会用的话，其实是非常好用的东西啦。OK， 那我们底板就差不多这样，那好，准备把这个底板装起来。我刚把底板翻过来，我先把它装起来。OK， 那这就是要接我们电瓶的负电，这个就是正电，这个就是110延长插头，到时候再接上逆变器就好了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负极、正极跟控制线，还有这个接到上面的灯。对，这灯我这边都已经整理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先来把桌子把它装起来吧。好了，刚刚已经把正极、负极都接上电瓶了，所以我现在整个电路都是 OK 的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
这个是欠压保护模块，这个是我们的总开关。总开关呢就会开启这个欠压保护模块。当总开关打开的时候，它就亮灯了。它现在侦测电压是12.5伏特，然后电这边在闪，表示它有输出电。我先把电关掉。当欠压保护模块呢没有输出电的时候，它这边所有的电路都是不导通的。它现在不通电，所以大的继电器不工作。等这个欠压保护模块呢打开的时候，大的继电器就会导通。那导通之后呢，所有其他的电路才会有电，像这个灯啊，现在灯有亮，没关系，等晚上我再来实测给大家看。这个是我的水的开关，我有多装一个 LED 在这边。这个欠压保护模块呢，限制是10安培啊，但是我用10安培的电再去接一个200A 的继电器，所以整个电路呢是可以控制到200A 的，就是要改装啊。它是可以设定电压的，给它设定11.8好了。OK，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我的设定。它这边设定呢，其实就是说，它现在是12伏18是1.8，它有点快。我设定是12伏特的时候，它会启动电雷。当然，它是可以不只是欠压保护，它还可以充电保护啦。我只是拿来给它用欠压保护的功能。当它电压降到11.8伏特以下的时候，它就会停下来。所以这就是这个欠压保护主要我拿来使用的功能。当然，它还可以用很多功能啊，我只是拿来给它用欠压保护这一块功能而已。准备来介绍我的电源。当然，我预留了2条电线在外面，这就是我们的接地线。这2条小的都是接逆变器啊，这个是我主电路，之后我都会换粗的啦。如果真的有要用重电的话，但是现在我没有要用重电，所以我还是维持一样是细的，基本上都是用。其实我没什么用到逆变器，几乎都会用工具啊。然后我一样是用旧的电池，之后呢，我会把这个拆掉，换电量比较大的电池，当然是锂铁电池啊。那一颗应该是这个10倍的电力。目前现在我是开着我的灯的，电风扇也在运作。然后这2个就是控制电风扇的，这是雪茄头啦，然后都有独立的保险丝。对，这边电风扇这样就可以启动。这个是温控器，温控器的话是比较特别，它可以显示现在的温度，现在温度它可以制冷或制热，这边呢就可以送电。然后简单说，我这边可以设定温度，温度到的话呢，风扇会启动，或者是温度不够的时候，它就会启动。就是简单说，就是今天如果睡在车上啊，很热，然后我一直吸风进来，吸到有点冷的时候，它可以自动停止。当然，我的电风扇要插在这个雪茄头。就是一个简单的温控功能啊，当然它可以控制冷，也可以控制热。那之后可能会吸暖气啊，或者是吸冷风啊，就是来控制。所以温控器我特别设在这，可以随时的知道现在车内的温度。它的温度的感知器现在是吊在后面的。这个金属这边呢，这2个都雪茄头，然后这边呢是 USB 充电，所以手机插了就可以充。这个是 QC 3.0，它可以到12伏特，快充啊，支援快充。然后这2个其实是预留啊，这个雪茄头我打算留给太阳能板，所以这个是还没接的。就是太阳能板如果有多余的电出来的话，我是想要从这边控制。所以太阳能板如果有多余的电，我当然电风扇也可以来吃，或者是电灯。所以这个雪茄头是多做的。然后这2个电源呢是暂时先还没有用到。那温控器就先这样。这边呢就是我的总电源开关，关了就全部的电源都会关，开的话才会全部启动。这是总电源开关。这边是我的水路开关，控制马达的。我之后会装一个抽水马达在后面，这也是双开，前后都可以。这边是我的尾灯，尾灯开关。这边是我的底板灯，这边是我的主灯。
然后侧面呢，这边是110的插座，这边呢多留了3个开关，然后这边一样一个总电源开关，这2个是双切的，所以这边切起来这边就可以关，然后这边如果切起来这边也可以关，两边是通的。那为什么要坐在这呢？因为如果我今天在驾驶座啊，我就可以直接控制整个开关了。所以把它设计在这边，其他的预留可能是车顶灯啊，或者是夜间行驶的灯，我都做在这。大致上整个电路的箱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后面呢就做了一个板子，它可以把后面的装的东西都给它挡住。这个板子呢是这样，就会变成一个桌子，这是可以伸缩的。如果今天呢，我们是要在尾门煮东西的话，我可以再把我的侧边小桌放过来。这是我新型改良的侧面小桌，然后它现在是垂直的，可以打开，然后把它拉出来就可以把它放上去。这样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桌子，这些桌子真的是已经是超大的了。应该是超级好用。这个机密呢是这样子的，它这边呢是为了要平衡中间的支撑，所以才多做了一个卡口。所以我那边多削了一个弯口，故意踏这个，让它支撑性可以更好。然后中间这个洞呢，都是为了要把这块木板轻量化，然后它是左右都是可以安全的合起来的，可以拎起来。应该只有2公斤多吧，所以它不是很重。原本是超重，就是真的是算是实木的重量。左右边呢多做了一个卡榫出来，这个卡榫呢可以让我放在这个上面，不会左右移动，所以它现在是非常稳的，它不会突然掉出去，或者是掉这边，或者是下线这样子，这是完全卡住的。它这个卡榫呢，就是要让它对齐，让它合得起来。经过了我3、4天的设计，这是先设计好才挖的啦，这蛮难搞的。合起来呢，大概就是像这样。那如果呢，我们晚上呢在这边活动的话，或者是煮东西的话，会有一个尾灯，尾灯就是可以直接从这边开，这灯就可以直接照过来，所以这边会变得非常的亮。这边4个都是双切开关，所以那边可以控制，这边也可以控制，这边开那边就可以关，然后那边开这边也可以关，所以2边都是互通的，所以才会设计这么多电路。这个是抽水马达，是户外的灯。马达跟户外的灯呢，我现在还没有装好啦，所以之后再把它装上去。现在就只是简单的灯这样。这个电源呢，我多做了一个12V 的接头。如果在后面呢煮东西的话，觉得热，这边是可以有一个电风扇输出啦。这里呢，下面这个110也是从逆变器拉过来的，所以我逆变器那边有做了一个延长线，跟电箱那边是有互通的，所以有110的需求，其实在侧面或者是在后面呢，都是非常轻松就可以取得到110的电力。比如说在这边要打果汁机也是可以的，烤吐司也是可以的，放捕蚊灯也是可以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就是我所有装起来的功能了。这次呢，我在户外啊睡了1天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用，因为这个晚上这个灯真的是超亮，终于不用再拿手电筒在那边照来照去了。一打开就有一个灯可以用，而且又可以遮阳避雨。我们的底板灯就是一个底板的气氛灯啊，然后加上我们的凹口，所以我们小桌就可以卡在这个凹口上。然后如果我要拿个什么东西呢，其实也可以开个底板灯，直接打上来，也是非常柔光的。所以这个凹口呢，是我特别在切的，刚好可以卡到，让这个板子呢不会这样子凹下去，不会这样子中间这样陷下去，所以有一个支撑性在这边。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平整化，是很平的，所以这边都可以放东西延伸过来。然后线排呢就也不会碍到什么，对。
然后我的外灯呢，我有电线预留正负在这边啊。对，之后会连接到侧边帐外面，我会在这个侧边帐的这个骨架啊，可能再贴灯条吧，让电线可以需要的时候就是接上去这种概念。太阳能板呢，可能会比较晚一点再装吧，因为经费有限。太阳能板呢也是从这边接过来，然后可能从这边送电给电池充电吧，慢慢的啦，我慢慢再来做改装。电线我都有预留啊。好啦。那以上就是我的电力系统改造的介绍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欢迎订阅加按赞。那有什么问题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然后我是杨小贤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吧，拜拜。